李长寿下达了一个简单的指令：5万斗兵缓缓朝着资铁城飞去，也有一些遮天蔽日之下。这个数字是李长寿此前反复计算最终定下的。仙斗兵若是太多，容易让对方殊死一搏，背水一战，己方很快就会露出马脚；若是太少了，又达不到足够的威慑效果。与此同时，20余天仙境指导人自下方飞出，混在仙斗兵阵列的间隙。为了方便指挥，李长寿将这些天仙境指导人归为一组，他们主要负责的就是施展撒豆成兵神通，释放出火力最猛的豌豆精兵。浩浩荡荡，杀气腾腾，5万仙斗兵奇袭妖族资铁城。自然这都是佯攻摆摆样子罢了，真正的奇袭应该是无声无息接近，最快速度破开对方的护城大阵，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其中，配合斩首行动，善用迷药毒粉解决杂兵，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这般虚假的奇袭看似突然出现，气势惊人，实则外强中干，只有3、4波攻势的实力，且被设定的战斗目标仅仅只是攻破对方护城大阵。往往声势越足的行动就是为了达到斗法之外的其他目的，而尽最大努力掩藏自身的行军，才预示着斗法真正来临。与此同时，3股金仙境气息波动，凭空出现在城池外，2男1女3道身影悬空而战，各自面若寒霜，注视着此地妖族城池。那女子喝骂一声：“妖族余孽，出来受死！”女子话语刚落，左侧老者拍出一掌，掌心绽放出漫天青雷，结结实实地砸在了资铁城的护城大阵上，将大阵砸得不断摇晃，几乎被扯碎。城中的众多妖族此刻齐齐都懵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美丽女妖尖叫一声：“人族，是人族，人族打过来了！”城中各处顿时混乱不已，绝大多数妖族慌忙失措，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急忙逃遁。小部分妖族立刻大怒，嘶吼着朝着空中冲来，却被护山大阵阻拦住，为城中更增几分混乱。锣鼓喧天，鞭炮钟声不断，怒骂声哭喊声不绝于耳。李长寿从各个方位观察着这一幕，禁不住有些感慨：哎呀，都说妖族凶残，人怕妖为上古常态，但是如今人族一步步站在了妖族面前，将当年承受过的恐惧悉数奉还。实力才是洪荒中生存下去的唯一标准。轰鸣声中，3支金仙境指导人开始不断地出手轰击大阵。城中那名金仙境的老牛妖此刻冲到了城主府上空，却不敢出阵，只在那儿对着外面怒目而视，不断地咆哮着，让各处兵马动起来，让城中的妖族出一把力。很快李长寿眼前一亮，这老牛妖拿出了一只号角，对着号角中吼了几嗓子，他摇人了。佯攻之计比李长寿所预计的还要轻松了数倍，但是此刻也不能大意，寻宝大计刚刚开始。李长寿的心神此刻主要分散在6支金仙指导人身上，为了留下足够多的心力应对各类意外情形，其他指导人只是偶尔分心操作一下。心底仿佛打开了数十个小屏幕，李长寿透过这些窗口观察各处，按照自己写好的剧本不断地向后推进这场大戏。资铁城众妖的反应远超李长寿预测的混乱，这让李长寿在正面的压力减少了大半。此刻那处山谷中，守护此地的大阵打开了一条缝隙，数十道强壮的身影匆忙地冲出了大阵。他们的面容身形与人族相差不多，绝大多数都是化形后的纯正牛妖。男牛妖身形强壮，那一对坚固崎岖的牛角是他们最为自豪的身体部位，头顶的毛发被他们染成5颜6色，大多都呈现爆炸状。鼻环是男牛妖们特别喜欢的装饰品，几乎牛都有一只。再搭配上他们扭头怒吼的那一句勇敢牛不
走错片场了。村口集合，自带家伙，人族打过来了。显然这群男牛妖们走在了洪荒时尚界的前列线上。女牛妖们相对于男牛妖而言就比较普通了，没什么特别显眼之处。女牛妖们以壮硕为美，身形纤瘦的哪怕修为稍高一些，在族中都抬不起头来。而那些身形肿起来的女牛妖，哪怕修为不拔尖，也是抬头挺胸，走在这群牛妖的最中间位置。且说这群牛妖刚刚冲出山谷大阵，迎面就吹来了一阵狂风。这批牛妖总共有46名天仙境高手，大多都是天仙境中期后期，却无一牛能够发现狂风中夹着的沙石与落叶的异样，各自顶风而出，朝着资铁城支援而去。当46名天仙境牛妖刚刚冲出，立刻又有2道雄壮的身影自山谷深处冲出，口中发出了2声震天的哞叫，散发出了霸烈的金仙境威压，驰援资铁城。李长寿不敢大意，耐心等待。待这批高手冲出一段距离，在大阵内侧有几颗沙石、几片落叶缓缓融入了大地之中，这些自然都是施展了化形术的指导人。计划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在大阵开启的瞬间，让指导人从阵外进入阵内。想要打破此地大阵，对此时的李长寿来说并不是难事，但是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其中，当真是十分不易。机会稍纵即逝，好在他成功握住了。8只指导人迅速朝着各处散去，快速整理山谷之内的各类情报。地形、地貌、高手分布、大阵漏洞，李长寿的心神迅速被各类的信息充满。仔细分析了一阵，却略微一愣，里面与自己一直所想的画面大为不同。本以为自己闯入一处铁血兵营，但是回过神来，却发现此地如同世外桃源一般。木屋林立，欢声笑语，没有严阵以待的巡逻守卫，只有一群刚刚化形不久的小妖在田间地头嬉戏，又被远处冲来的牛妖家长们招呼着回家躲避。让李长寿有些遗憾的是，此地并无业障，反倒是在祥和之中透露了少许的祥瑞之意。确认过眼神，是藏有宝物之地。既然选择了调虎离山，那自然要将这个战术贯彻到底。混入此地的8只指导人分作了2批，2只留在大阵附近，准备稍后破阵引敌。另外呢，还有6只指导人埋伏在外接应，又有6只指导人朝着深谷之内探去，找寻宝藏之地。这便是他的全部手段了？自然不是。稳字经有言，多留后手，才可应变。为了让自己的行动更加具有欺诈性，李长寿真正用来寻宝的指导人在金字4号。此刻施展化形术，化作一只飞虫，远远地跟在一只天仙境指导人的身后。到这个时候，李长寿的心神已经被占用了90%。此刻持续多线操作，若是出现一处失误，极易导致全盘崩溃。很快，李长寿锁定了此地宝库之所在，那里禁制最多，看守最为严密，其内隐隐有功德之力流转。李长寿稍作斟酌，选取了一套方案。6只指导人带着迷药在地下接近宝库，稍后对宝库发起猛攻。而金字4号指导人施展土遁遁入地下，在外面数十名牛妖守卫被迷药放倒，2只指导人先冲出去引走对方高手，随后4只指导人抱起发难，正面强攻宝库外围阵法，对着大阵甩出一支支用后自毁的微型阵法。就在这般混乱中，金字指导人在地下摸到了宝库边缘，只差一步。李长寿凝心静气，控制指导人左掌抵在了前方禁制的光芒上，仙力爆发，直接轰开了2重禁制。
先时火速地向前探查，确定此地并无生灵气息，五行遁术轮转，身形在地下化作一束红光，遁形天地。几乎瞬间，李长寿就遁到了宝库核心区域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开宝库厚厚的石板地面，闯入了那金光闪闪的洞府。进来了。墙壁上挂满了一把把散发着凶气的兵刃，一堆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宝材被堆成小山状。李长寿定睛一看，面色大变，有人在此地。不只是有人，此人的修为李长寿完全无法看透，此前更是毫无发现。而且这个有些微胖的道人正躺在这宝山的上方，发出一阵陶醉的喃喃声，身躯在这些宝材中不断的蠕动，重点是无衣以蔽体。突然间，那宛若醉了一般的微胖道人腾的一下坐了起来，跟李长寿一同大眼瞪小眼。岁月长河仿佛卡壳在了此地。呸！看法宝！这微胖道人暴喝如雷，竖眉大吼，他身周闪耀出璀璨光芒，凝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显出元宝如意大鼎石塔，朝着李长寿这具金仙境指道人乱砸而来。李长寿只能喊出一声：晚辈人教弟子。然后这具指道人的身形就被数十只灵宝给淹没了，转眼就与本体失去了联系，那缕元神之力都化成了残渣。小琼峰、李长寿呆呆地愣在那儿，下意识操控着各处的指道人，一时之间也有些回不过神来。刚才的那个道人自己隐隐见过呀，三教源流大会玄都大法师身旁作陪的，不就是这位有些微微发福的？我靠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李长寿的嘴角疯狂抽搐，而一缕强横的仙识已经是锁定在了自己其他的指道人身上。寻宝这种事儿是庄严且神圣的。当年分宝崖上那般多灵宝被我捡了个漏，我当真还缺宝物吗？多宝道人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，得到的答案自然是不缺，非但不缺，还很富裕。跟圣人之下任意生灵相比都是这般。他在截教内交朋友，从不看他们修为高低，灵宝多寡，反正都不可能有他多。而多宝道人并不吝啬，截教内不少的优秀门人弟子都得到过他手中送出去的灵宝。但是寻宝这件事本身却总是难以抑制，如同有瘾一样。修为低的时候靠神通寻找宝物，修为高深了，神通也有飞跃，可以直接嗅到天机遇事，寻找到即将出世的宝物。今日就是这般，他发觉有宝物即将出世，跑过来凑了个热闹。多宝道人如今的修为已在斩三师前的临门一脚，而多宝道人也自知，只要自己悟透了有关宝之事，就能够迈入一个全新的境界。但是这如何是能说透就能悟透的？洪荒之中几乎人尽皆知，他多宝道人的本体是天地间第一只寻宝鼠。三清分家，引子就是通天教主带多宝回三游小院，还说多宝做了大弟子，让元始天尊感觉自己有被冒犯到。对于自己的根脚，多宝道人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，也正因如此能够遇到师尊，这是自己最大的福运与机缘。但是寻宝二字却如他迈不过去的心魔，让他自远古挖到了今日。没办法，寻宝的过程充满了醉人的魅力，能够让他忘记自我，感受到大道最本初的律动。而寻宝的艰难都是为了寻找到宝物的那一瞬的满足与欣喜。当自己拥有着宝物，感受着大道脉搏，沉醉于自身之道时，世上再无任何事比这更能让自己满足了。多宝道人由心地赞叹着，与宝物亲切的接触有错吗？有问题吗？这是境界呀。多宝道人坐在宝堆上，低头抹了一把脸，身上已经出现了仙力凝成的衣物，外面还过了一层真实的道袍。
好尴尬。人叫小海神不是还在外面吗？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了？哎，不对呀，我刚才砸成灰的好像是金仙境，该不会是人叫小海神的本体吧？这要是一时羞愤打杀了大师伯看中的小弟子，那乐子可就大了。多宝道人赶紧从宝物堆上跳了下来，发现自己灭掉的只是一具纸道人啊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将刚才分几批甩出来的300多件灵宝收回了袖中。哎呀，都怪我刚才太陶醉，哎呀，丢人丢到家了，简直！多宝道人是半个时辰前寻到的此地，这位寻宝法师很快就发现了李长寿暗中布置的一只纸人。当时多宝道人就明白，这一次宝物出世应该就是跟海神有关。现如今剪纸成人神通几乎已经成了海神的代名词。多宝道人暗中锁定住了一只纸道人，试着推演了一番，发现太极图警告之后，自然也就验证了纸人们背后的操作者的身份。但是多宝道人并没有管，他喜欢的是寻宝的乐趣，寻找自己还是一只弱小生灵时的感觉。多宝道人本计划着找到宝物之后陶醉一把就自行离开，不去打扰人教小海神寻宝，甚至呢，他还会给人教小海神留下一点小礼物，结一点小善缘。当下这多宝道人就无声无息地进入了牛妖们的宝库中，将宝物聚在一起，躺在其上，陶醉着，沉醉着，等待着海神的纸人抵达此地的前一瞬。多宝道人自然有把握让李长寿捕捉不到自己离开时的身形，但是呢，他分了一丝丝心神注视的一直是外面的那8只纸道人。万没想到啊，自己的惊喜送出去，对方送来了惊吓。他怎么突然就从地下冒出来了？多宝道人一拍脑袋，心里赶紧盘算着，呀，这事儿该如何收场？但是他心烦又意乱，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好主意。于是先不管3七21，多宝道人在怀中拿出了一只紫金色的钵盂，大手扬起，这钵盂轻轻的一震，消失不见。与此同时，一座千里直径的钵盂从天而降，将资铁城山谷处直接罩住，